大家好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应该去你家隔壁看看有没有人。没错，我就是你家隔壁的老王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机器 S5720S， 24个千兆的电口加4个千兆的光口。据这位老铁反映，这个机器插电不启动，具体咋个不启动咱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也来插电试一下。现在我们插电。我去，完犊子了！我们看到这个引导呢是从这块开始，就这个小符号开始，这个 BIOS 开始启动，然后呢到这个 DDR3 这块，这是检测内存，一直到下边全是报错啊。按照目前这个报错有2种可能啊，第一就是没有内存供电，第二就是 CPU 有问题。那有人说了，不可能是内存颗粒坏了，或者说内存颗粒不兼容吗？板子已经拆出来了，里边是非常的新呐，锃光瓦亮啊。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，它这个机器是没有修过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内存颗粒这是没有被换过，所以说就不存在说内存颗粒不兼容的问题。它现在仅剩2种可能，第一就是内存供电，第二就是这个 CPU 完犊子了。因为像这种机器它是无风扇设计的，外界环境的散热不好，很有可能导致这个 CPU 挂，而这个 CPU 挂的现象是千奇百怪呀。老王这么多年碰到的有光口不好使的，然后呢还不报错，有的呢是读不了这个主存储，还有的是部分端口不好使，但是你插上端口呢这个灯还亮，而它这个应该是把内存通道给挂了。那有人说了，那就你这纯粹为了黑钱，你不信你测测这个内存供电，你不服咱就刚一下，咱们现在就测一下内存供电，把窝的。我跟你说，机器现在已经通电了。我们看到这个 1.5 伏这是正常的，这个1伏这也是正常的，这个 1.8 没有问题， 3.3 也是 OK 的。这回没有啥说的了吧，供电全部正常。你像在日常维修中，这个供电出问题这个几率是特别小，所以大家在自己鼓捣的时候不要没事就去鼓捣供电，你万一把供电鼓捣坏了，高压直接冲过来，你就彻底没有回头路了。刚才呢跟这位老铁报了个价，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芯片市场是乌烟瘴气呀，一个他妈800年前的一个100兆的芯片都被炒到了2000多。然后呢这位老铁给我画了一个好大的饼啊，给我是一顿忽悠啊。那你说我这人嘛还就听忽悠呢，我反手我就掏出了一堆这个 CPU。 老王我这是备货充足啊。干这个过程呢老王我就不拍了，毕竟大家关心的也不是说这个交换机的维修过程，主要是关心这个交换机到底能不能修好，能不能进入到最终测试环节。稍等片刻，老王我自个儿慢慢去干了。哎呀，这真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啊。 CPU 换完了，现在我们插电，还是报这个内存错误，但是这回变了，这回变成这样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报错，这个才是内存颗粒的报错，完了这个内存颗粒也挂了。接着干这个内存颗粒还得大家高低再得等我一会儿啊！咱们的目标不是修机，不是为了验证吗？哎呀，这次老王我算是彻底掉坑里了。修了2天，我手里是4片 CPU， 加上本身机器5片 CPU， 换了5遍呢，到现在还是报内存错误啊！老王我放弃了。这个内存颗粒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东西，它是直通 CPU 的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板层有断线了。对于这个机器来说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搬板。虽然说老王我有一模一样的料板，但是这位大哥画这个饼，即使再圆，他也不能吃啊。相对于这个维修价格来说，这个机器算是彻底翻车了。大家今天看不着测试视频了，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拜了个。